欢迎来到16频道，今天来聊一下 Pip Bay Season 2的小说故事。背景设定是地球上有3%的人都是超能力者，有超能力的自然就会被不怀好意的商人盯上。故事都是在讲了超能力者如何一边的对抗强权，一边的开心的谈恋爱。在第1季的小说呢，还有 ABO 的设定，但到了第2季 ABO 的设定呢已经被弱化到几乎没有了。快速回顾一下第1季的故事，主角查理和贝拉都是超能力者，两个人呢都曾经被一个叫托尼的商人收养。后来查理、贝拉都发现托尼的私下在不法的买卖超能力儿童，两个人在反抗托尼的同时呢成为了情侣，最后他们还联手其他的配角杀掉了托尼。这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回顾，16频道也有做更详细的第1季小说解说，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看看。那在第1季的故事结束后呢，查理贝拉本来应该要过上幸福的两人生活，但是拥有超能力的人生活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呢？那现在就一起来看看查理贝拉的人生在那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。注意后面还有大量的剧透，所以不想要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。快速介绍一下主要的角色，首先是2位主角，公的名字叫查理，他是学生，他的超能力呢是偷取其他超能力者的能力，至少就被托尼利用去偷不同人的能力。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超能力在他这体内。受的名字叫北，本来有五感特别敏锐的超能力，但在第1季的时候就已经被查理偷走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超能力，是一名赛车选手，性格呢比较情绪化，为人呢也比较任性。之后再介绍一下这一季的新的角色，维里呢是另外一个车队的赛车选手，出生自有钱人的世家，在北拉还没有成名之前就已经是北的支持者。韦呢在第1季为了保护北拉而去世，在第2季有一个新的角色叫 Chris， 外表呢跟韦拉长得一模一样，但 Chris 呢却不认识韦。 Chris 的本业呢是针对超能力做实验的研究专员。故事一开始，托尼呢已经死了2年，因为托尼的死让世上呢有超能力者的事呢被公开了，社会上有很多针对超能力者的舆论，有很多人呢觉得不公平，觉得拥有超能力的人就是有先天的优势。但查理很清楚作为超能力者背后的代价，他觉得超能力者呢应该要有权去选择要不要当超能力者，所以呢他就成立了研究室，想要研究出消除超能力的药。但因为查理只顾着做研究，自然跟贝拉相处时间就变少了。贝拉觉得查理选了研究先于他，贝拉很伤心。这个时候维利出现，因为维利是贝拉粉丝嘛，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向贝拉搭话。贝拉觉得维利就是一个没大没小的屁孩，没有特别的在意他，自然也没有特别的拒绝维利的靠近。但查理却很不爽，觉得贝拉没有跟维利保持距离，查理贝拉因此常常吵架。贝拉生气，查理只顾着研究不理他。查理生气，贝拉跟维利太过亲近，两个人每次呢都在为一样的事情吵架。终于在贝拉生日当天，查理又因为实验而迟到了。当查理赶到的时候，他却看到贝拉跟维利靠得很近，两人又吵了起来，但这次却吵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最后查理跟贝拉就分手了。分手后的两人都很伤心。查理最近在做实验，贝拉就去了酒吧买醉，维利就趁贝拉喝醉的时候吻了贝。虽然贝拉之后有推开维利，但他们两个人亲吻的照片却在网络上面疯传。查理当然看到了，但已经是前男友的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照片事件后没多久，贝拉就主动的找上了查理，解释自己当时是喝醉了，而且贝拉还想要跟查理言和，但同时贝拉也想要查理放弃继续研究。查理当然不可能放弃，两个人明明相爱却得不到共识，最后查理贝再次确裂，而且这次还更严重了。因为查理想要更多人支持他的研究，所以查理就办了公开活动，也开了很多次的直播，这为了让大众更了解超能力者的困境。但贝拉却常常出现，故意的捣乱了查理的计划。而且因为查理公开控诉一些政治人物利用超能力者，查理成了被攻击的目标，被跟踪，被差点暗杀。中途透过 Chris 的帮助，查理得知托尼居然还没死。后来查理在开直播的时候，贝拉又故意来捣乱，查理终于受不了，要跟贝拉讲清楚。结果贝拉就坦白了，他知道托尼没有死，而且托尼还威胁他，如果不阻止查理的研究，贝拉所属的车队全部人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查理终于明白贝拉一直以来的苦衷，但查理也觉得继续研究才能真正的对抗托尼。贝拉也被查理说服了，两人和好如初，变回像小情侣那样子每天亲亲抱抱。直到一天，查理实验室里面的样品药不见了，嫌疑人都是贝拉车队里面的人，当然也包括了贝拉本人。但查理从一开始就撇除了贝拉是嫌疑人的可能性。然而查理很快就发现贝拉说谎了，
查理呢一开始还忍着没有戳破北，但很快查理就受不了，问北了为什么背叛自己。北了也解释不清楚，最后两个就大吵了一架。吵架后，查理就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，只顾着做研究，其他人什么都不管。然而这个时候却有人呢突袭了实验室，而那个人就是北。北了以自杀威胁，要查理乖乖的跟着他去见统尼。查理虽然很伤心北了背叛了自己，但查理更怕北了真的自杀，因为查理爱北了爱到就算北了杀掉他也没差。但查理无法接受在没有北的世界活着，所以查理只好妥协，跟北了去见统尼。为了防止查理逃跑嘛，查理当然就是被五花大绑的，无法反抗。当统尼出来见查理的时候，统尼就直接说要抽查理的血，而且呢还要用查理去测试统尼研发出的能力增强剂，因为统尼过去使用过的实验品都承受不了药力而死去。但查理过去透过很多人的超能力，而他的身体都还是好好的。统尼就觉得查理的身体应该适合拿来当实验素材，但查理却一直想要研发出消除超能力的药，所以统尼就要趁查理研发成功前呢，把查理抓来当实验品。这个时候贝尔才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大骂统尼违约。原来一开始统尼跟贝尔是约好，只要让统尼抽查理的血做研究，统尼就会从此放过查理和贝尔还有车队里面的所有人。然而统尼当然不可能守约嘛，贝尔就这样子被统尼的手下制服了。然而在查理被注射增强剂之后，查理的超能力除了没有变强，还全部都消失了。统尼就失去了理智的大骂研究人员。然后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统尼的基地被贝尔所属的车队突袭，统尼也被制服了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贝和 Chris 早就透过韦勒以前留下来的资讯，得知统尼有死而复生的超能力，所以为了这一次可以确实的杀掉统尼，他们就合作设局。贝勒之前一直都没有把计划告诉查理，因为他很清楚查理很爱他。如果查理知道计划里贝勒也有参与，查理一定会为了保护贝勒而反对到底，所以贝勒一直瞒着查理，包括贝勒到查理实验室里面偷药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直到贝尔要带查理去见统尼的时候，贝尔才偷偷的让查理知道他的计划。而就在查理要被统尼注射增强剂的时候，查理看准了时机，用超能力暂停了时间。贝尔再趁机的把增强剂换成了查理一直在研究的消除超能力的药，所以在统尼向查理注射完药之后，查理就从此摆脱了身上所有的超能力。然后就在统尼生气到失去理智没有警觉的时候，车队的大家都一起闯进来制服了统尼。之后 Chris 也杀掉了统尼，并确保了统尼无法复活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然而没多久后，查理却开始慢慢的失忆，不知道是因为药物的关系，还是因为以前用太多的超能力的原因，查理的记忆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消失。而且最惨的是，他忘掉的全部都是跟贝尔有关的记忆。甚至到了后期，查理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看到旁边躺着贝，他要花10分钟去回想，才会知道那个人是贝。贝尔当然也留意到查理的问题，但查理每次都是笑笑的带过去，所以贝尔也一直没有戳破查理。直到一天，查理终于受不了，他无法面对自己终有一天会忘掉贝，所以查理向贝尔提出了分手。贝尔当然是想要挽留的，但看着查理崩溃的样子，最后贝尔还是放查理走了。1年后，查理已经忘掉了贝，忘掉了车队的大家，但他还记得自己的祖马 Jeff。查理在忘掉所有跟贝有关的事情后，他的记忆也变稳定了。Jeff 就告诉了查理，说查理之前出了意外，所以没了近几年的记忆。因为 Jeff 在跟车队的老板阿兰交往，所以透过 Jeff 的牵线，查理重新认识了车队的大家，当然也认识了贝。虽然查理失忆了，当他重遇贝的时候，他又再次的成为了贝的粉丝。后来查理贝就重新的交往了。之后有天呢，查理翻到自己以前的日记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忘掉的全部都是跟贝有关的记忆。查理觉得对贝很抱歉，贝就觉得只要两人可以重新在一起就好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最后查理跟贝也结婚啦，完美撒花。以上就是 Pip Babe Season 2的小说故事，最后呢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，剧情非常的刺激。那一定也会有人问，那其他的配角呢有 Happy Ending 吗？因为小说呢主要重点都是在查理贝的身上，其他的故事真的讲的不多，所以呢我直接在这边告诉你们其他的结局。Noah 跟 Sonic 呢没有在一起，他们就是时机呢一直对不上，最后 Sonic 呢要回法国继续念设计，但他们呢有点偏开放式结局，所以之后搞不好呢如果有第3季就会有好的结局，不知道。Pete 跟 Chris 是分开的，最后呢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Chris 跟韦勒会长得一模一样。Chris 觉得 Pete 只是把他当成韦勒替身，然而其实 Pete 已经可以很好的分辨两人了。
但 Chris 了解自己呢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，所以他觉得 Pete 值得更好的。两个人都是相处的时间还不够，互相了解也不深，而且 Chris 是杀害了童年的主要犯人，所以 Chris 还赶着逃命。两个人冷静的谈过后就分开了，也可以算是开放式的结局，但他们都是比较偏伤心的。Willie 了之后有了新的对象，也有跟查理跟北白道歉，自己的3次的吻了北。Kim 跟 Kendall 最后是有在一起的，但都是互相坦白心意，后来还需要时间去慢慢磨合。阿兰跟 Jeff 当然也是开心的继续一起生活，不过中途阿兰曾经一度很讨厌自己是凡人，他觉得如果自己有特殊能力就可以帮 Jeff。阿兰因为只顾着自己的烦恼而不跟 Jeff 沟通，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，而且同年还发过邀请给阿兰，说自己可以帮阿兰变成有超能力。阿兰犹豫过，但最后还是理智的拒绝了。阿兰 Jeff 之后也好好的讲开，两个人最后就是继续幸福的在一起。他们小说可以在 Map 上面找得到，一共有3册，但头2册都比较像是在做引子，主要的剧情其实都集中在第3本。前面2本就是一直在看查理跟北北吵架，跟一些配角人物背景介绍，所以可能会比较无聊。但一到第3本小说，内容就会变得紧凑。小说跟剧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地方。剧暂时看起来有点像是参考了小说的主线剧情，之后再加了一大堆的同人支线进去，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剧跟小说也有一点的出入。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个人觉得小说还是值得一看的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对 Pip Babe Season 2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